美国蓦然回首，中国和法国已经紧紧站在了一起，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延绍。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可以说是一路凡尔赛。但是，马克龙此行的最大看点不是外交礼仪，而是中法刚刚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要注意，中国与法国的关系如何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与欧洲关系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对华战略打压的成败。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马克龙此行的对全球战略格局的影响：美国蓦然回首，发现中国与法国已经紧紧地站在了一起，而且呢，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美国推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脱钩战略面临着失败，法国走向了完全相反的对立面。中法合作的亮点是160架空客订单，与之相比的是，中国对波音公司的订单却少得可怜，这可能对世界商业飞机领域带来深远的影响。此外，中国还将推动达索的猎鹰 8X 公务机进入中国市场，并且向法国购买50架 H160 直升机。要注意，这可是空客公司生产的军民两用直升机。中法之间的合作还涉及到了新能源船舶。法国向中国订购了16艘超大型的集装箱船，总金额高达210多亿人民币，创造了中国造船业一次性签约集装箱船最大金额的新纪录。这种集装箱船使用的是甲醇双燃料动力，可见法国也在帮助中国在新能源赛道上抢跑。中法合作还涉及到核电站，两国的核能应用合作将在全世界拥有更加强大的竞争力。中法签订的经济合作还包括市场准入、服务业、农业、航空工业、航天技术、绿色能源以及协调海外活动等等领域。在中欧投资协定受阻之后，中法经济合作的全面加深，有可能会推动中欧合作的破局。这里面有一个亮点，法国作出承诺，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的5G 技术保持积极态度。法国的表率作用也意味着美国推动欧洲国家排除中国5G 战略的失败。中国和法国还同意在20国框架下加强合作，推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说白了就是要削弱美元霸权的地位。第二，中国和法国罕见地在安全领域展开合作，两国强调要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与法国军队、太平洋海军之间的对话，加强在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上的相互理解。这与中美军事交流的全面中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有人总是说北约对中国构成了威胁，那么中国此举同样也是在分化北约国家。法国可能是北约国家内部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强国。第三，中法两国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中国此前力推自己提出的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条倡议。中国领导人对马克龙表示，希望法国能够提出具体的方案。在两国的声明中共同强调，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支持一切在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上恢复乌克兰和平，反对针对核电站和其他核设施的攻击等等。中法对乌克兰危机的共识，有效地打击了美国抹黑中国将要军援俄罗斯、破坏中欧合作的图谋。后续中法还有可能进一步共同推进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这对想要俄乌冲突长期化的美国又是一记重拳。第四，中国有意提升法国在欧洲国家中的领导地位，这同样有利于中国。中国与法国合作关系的加深，特别是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对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共识，
法国已经很明显的在利用中国的力量来拔高自己在欧洲国家中的地位，或者说是领导力。法国与德国都在争取成为欧洲的领导者，但是德国因为受到二战战败国身份的影响，在外交政策上受美国的干扰更大，而法国更有能力也有动机推动欧洲防务独立、战略自主。我们要注意一点，在英国脱欧之后，法国是欧盟成员国中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法国也想推动一个多极世界，所以中法两国加强战略合作，特别是在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对双方而言都是非常有利的。美国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拜登推动的利用盟友的力量与中国竞争的战略失败。法国想要的是欧洲的战略自主，中国想要的是与欧洲加深合作，来破解美国的战略打压。所以马克龙此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中国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只有美国的利用盟友力量对付中国的大战略已经破局。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